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幸福再铺新片花，表情生动惹泪崩，不输巩俐版秋菊。幸福到万家又放出新预告了，这次展现了剧中女性角色的不同风采。作为这部大女主剧的领衔主演，赵丽颖所饰演的这个角色不同于以往的形象，不仅接地气，还凸显女性力量。再看赵丽颖在预告片中的状态，也令人眼前一亮。在片中，她所饰演的何幸福本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女性，起初她嫁作人妇，乐享新婚的幸福喜悦。从片头也能看出，赵丽颖坐在爱人身后，满脸幸福惬意。等到下一幕，何幸福和母亲坐在婚房里，母亲似乎在向女儿传授着经营婚姻的秘诀。此时的何幸福神情严肃认真，眼神中又带着几分初为人妻的稚气。再配上这一身喜庆的外套，很有新媳妇的感觉。大婚之后，何幸福立刻回归相夫教子的家庭生活。其中有这样一个镜头，当老公正在大棚厨的何幸福拎着保温饭盒和菜盆推门进来，从神态到动作根本看不出赵丽颖的偶像气质，妥妥的农村小媳妇的形象。从她看向老公的眼神中，似乎带着一些娇嗔之态，透着满满的爱意。对比她在有匪中的疲倦感，这里的赵丽颖显然更为活泼，极具代入感。等到家庭遭遇变故之时，何幸福的表演状态更富于层次感，并非单纯依靠黑脸或是皱眉等浮夸表情，而是将所有愁绪都凝结在眼神之中，让人能够感受到她心中积蓄的复杂情绪。当她毅然决然地要去讨个说法，这时何幸福的眼神又变得果决坚定，虽然只是回眸一眼，却能深深感受眼神背后的强大力量，更能强化这个人物的个性特色。即便是她侧身行走在田野上，也是全心投入在角色之中，传递出角色之内的凝重情绪。在何幸福入城开启打工模式之后，穿上职业装之后，她的状态中显现一丝职场菜鸟的忐忑与兴奋。无论深夜奔波，或是日常扛活，赵丽颖都将这个人物进行更为生活化的处理，仿佛是在看真人秀一般，没有太多的表演痕迹。不得不说，随着赵丽颖逐渐成熟，褪去了以外的傻白甜气质，这种内敛式演绎法更加贴合这个角色的状态。除此以外，赵丽颖的台词功力也大有长进，不再是以往念词的平淡感，在很多地方都能感受到她在台词中的力量和情绪表达。比如，她在鼓励弟妹勇敢面对挫折时，所讲的台词抑扬顿挫，令人不自觉带入剧情之中。再到她怀抱着孩子，流泪自勉，妈妈一定好好活。简单几个字却直击人心，配上赵丽颖微笑流泪的场面，更是一绝。尽管只是预告片，但网友在看过之后，纷纷表示已被感动到泪崩。虽然这部剧集改编自小说《秋菊传奇》，而且早有巩俐版的秋菊在前，难免会给后者造成压力。但从目前来看，赵丽颖所塑造的何幸福自成一派，虽然只是简单几个画面，却能展现出人物的不同状态，让整个人物饱满又有层次感。除了人物以外，剧中的场面设计和摄像风格尽显电影化的美感，就算是一些简单的场景也不失影像之美。至于该剧的质量究竟如何，赵丽颖能否转型成功，这一切还要等到正片上线才能揭晓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邓妍演技，剧情别扭。赵丽颖新剧《幸福到万家》还没开播就被尬黑。由赵丽颖、刘薇主演，罗晋特别出演的电视剧《幸福到万家》已定档6月29日播出。这部改编自小说《秋菊传奇》的农村题材电视剧，自去年2月宣布杀青后就一直备受关注。不仅仅因为该剧是导演郑晓龙在功勋之后的又一部上星大作，还因为这是赵丽颖转型后的第一部农村题材长剧，在剧中她将会饰演性格耿直、
脾气火爆的小炮仗和幸福。赵丽颖自出道以来，由于长了一张娃娃脸，眼睛又大又圆，再加上笑容甜美，所以经常会被选中饰演一些娇俏可爱的角色，因此给观众留下了可爱娇羞的小女生印象。在2021年的电视剧《理想照耀中国希望》的田野单元里，赵丽颖就曾尝试过改变固有形象，饰演了带领村民靠种植甘蔗脱贫致富的85后畲族姑娘雷金玉，得到的反响还算不错。这次，赵丽颖将化身嫁入万家庄的新时代女性和幸福，将会经历从被村民欺负极力抗争，到被迫前往城里发愤图强，再到得知家乡有难回去帮忙的跌宕起伏的人生。比起希望的田野这个单元短剧，幸福到万家这种长剧更考验演员的演技。40集的剧情有充足的时间讲述人物在不同阶段的蜕变，演员能否诠释出角色的每次成长是关键。而且，雷金玉和何幸福都有为了家乡发展放弃城市工作的相同经历，但两个角色因为性格和人生经历的不同，人物底色也不同。赵丽颖会如何区分这两个角色，也非常值得期待。幸福到万家在题材上是一部接地气的新时代农村题材剧，迎合了大力发展新农村的时代主题。导演郑晓龙，编剧赵东陵，主演刘威都是业界内颇有名气的艺术家，主创团队的实力摆在眼前，再加上赵丽颖转型新作的话题加持，于情于理都值得一看。不过，在豆瓣的讨论组评论区里，围绕幸福到万家的差评却竟然此起彼伏，源远流长。例如，有人张冠李戴，因为电视剧改编自小说《秋菊传奇》，就自以为是的和92年老谋子拍摄的《秋菊打官司》进行对比，得出一个剧情批评偶像剧的结论。又例如，有的人看了预告片，就抓着一两个画面痛批女主邓妍演技，节奏带得飞快。这些差评人竟然能3岁话老，剧没播出就批剧情悬浮，演员拉胯，实在看得人脑壳痛。首先，幸福到万家确实改编自小说《秋菊传奇》，但不是翻拍电影《秋菊打官司》。《秋菊打官司》是1992年张艺谋执导的电影，改编自小说《万家诉讼》，作者是陈元彬。《秋菊传奇》虽然也是陈元彬所创作，女主何碧秋也是《秋菊打官司》里的秋菊，但《秋菊传奇》一共有4个章节，《秋菊打官司》只是4章里的第1篇。而幸福到万家是根据全书4个章节改编的，差评人用秋菊打官司去点评还没播出的幸福到万家，这是一叶遮目不见泰山呢，还是张冠李戴，断章取义呢？另外，眼睛长得大不叫瞪眼演技，眼大无神，目光没有焦点才是。赵丽颖本身就天生一对又圆又大的眼眸，带妆后在镜头里呈现的效果更加明显。但就因为演员的眼睛大，在镜头里突出，就是睁眼演技，五官飞起了，实在贻笑大方。什么才叫瞪眼演技？双眼圆睁，旁若无人的喊加油的陆小葵是，笑起来像贞子出笼，情感表达完全错乱的程真真是，目中无人，眼神乱飘，不知是演独角戏还是对手戏的袁湘琴也是。但在幸福到万家的预告里，何幸福虽然双眼圆睁，但眼中有神，能明显感受到目光里传递出对村霸欺人太甚的愤慨，笑起来温暖，能让人体会到由衷的开心。更重要的是，赵丽颖和他人的对手戏目中有人，视线对焦准确，怎么能叫五官乱飞，表演浮夸呢？如果这样都能算是瞪眼演技，恐怕以后演员们都得闭着眼来表演才行了。最后，如果仔细看看这些差评的发布时间，居然能发现有的差评在2020年3月就出现了。里面不仅用秋菊打官司对比幸福到万家，还用捕风捉影的小道消息拉踩赵丽颖。现在回过头来再看这样的评论，不难发现这样的差评人真是居心叵测。幸福到万家在2020年2月发布的概念海报，
9月才官宣主创阵容，结果差评者在4月就把剧组演员安排得明明白白。如此神通广大，也难怪他们在剧集定档后，仅凭预告片就能3岁化老，直接给出演技瞪眼、剧情悬浮的结论了。一部剧的好坏，只有真正看过的人才有资格给出客观的评价。希望大家不要人云亦云，用自己的眼睛去判断好坏。也希望差评者不要为了流量而博眼球，因为被不实的评价埋没的不仅是电视剧，还有良心。